我的腿好疼。我要回去。你怎么能推大嫂？北辰，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大嫂为了救大哥刚俊的身子，你最好替大嫂没事。我妈妈说，滚下楼梯，你肚子里的孩子就会死掉，这是真的吗？5年的同床共枕，你居然那么不信我！医生，我的孩子怎么样？抱歉，孩子没了。什么？怎么可能？医生，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医生，你救救他！对不起，这个孩子在他被送到医院之前就没了。北辰，我们的大嫂现在病床上九死一生，你知道吗？北辰，我没有推他，你知不知道？因为他我们的，你知不知道？因为他我们的。大嫂对我们顾家有恩，楚楚，今天无论如何你都要跟我去认错忏悔。走。我打死你个吃里扒外的畜生！连你大嫂你的汗！一直可是鼎鼎有名的画家，和只会洗衣做饭的废物。早知道你心肠这么狠毒，当初就不该让你进顾家的门。我没有推他，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推他。你说的都是真的？家宝亲眼所见，怎么可能会是假的？难道一个小孩子还会撒谎吗？就是这个坏女人把我妈妈推下楼。太爷爷，我不想变成一个没有妈妈的小孩。北燕车祸昏，你们就在这欺负一直，当我老头子死了吗？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陈若初？非要看到大嫂死了才甘心吗？我真的没有推他。混账东西，少在这儿惺惺作态。北辰，你看看，这就是你的好媳妇儿啊！你大哥当年是为了救你才变成了植物人，他现在就躺在这儿，你对得起他的救命之恩吗？爷爷，是我管教不严。家宝，他用哪一只手推的你妈妈？这只。那就废了。北辰，你自己的媳妇儿，你自己动手。北辰，不可以，我的手不能废，你的手不能废，把我的腿让！一只，真是的，我的腿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成了一个废物，我这辈子都要和轮椅度过了，每天也醒不过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不如死了算了。妈妈，你不要死，妈妈，你不要死。明明是你自己摔的，你为什么要诬陷我呀？你说他是自己摔的，那为什么只有他摔成这样，而你却一点事都没有？一只可是将来缪斯奖的画家，为什么残废的不是你这个废物？大嫂，这件事我会给你个交代。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现在承认错误，我还能帮你求情。雨辰，你相信我，我没有推大嫂，你相信我呀！你现在还不肯承认错误，小主，你太让我失望了。难道我们5年的感情，你宁可相信他，也不愿意相信我吗？所有证据都摆在眼前，你让我怎么信你，邱主？你不该害大嫂。家宝，爸爸也醒不过来，妈妈成了残废，是爸爸妈妈对不起。如果你自己下不去手，我就让阿四动手了。不可以，
顾北辰，我为了嫁你舍弃一切，到头来你却想毁了我。让你害我妈妈，让你害我妈妈，让你害我妈妈！住手！住手！你是谁？顾家的家务事，外人没资格插手。若初的事情我管定了。你让我走。徐若初，你想清楚，你要当着顾家的面跟一个野男人离开，你还把我这个丈夫放在眼里吗？废物，什么都不会，我倒要看看他离了顾家能怎么活。我们准备在东南亚投资100个亿。换个取消，看我的女儿。拍卖会取消，我要去看我女儿。若初，我的若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顾北辰，我赶到的时候，他正在对若初动手。还有，若初掉过一个孩子。什么？好个顾北辰，若初舍弃所有嫁给他，他就这么对我们宝贝女儿的？这么多年，要不是看在若初的面上资助顾家，他顾家到现在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门小户。现在竟然胆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好，我要让顾家即刻消失。通知下去，取消和顾家所有的合作。你醒了？你感觉怎么样？我没事，只是我的孩子。宝贝，你还年轻，孩子以后还会有的啊。只是可怜我宝贝从小到大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女儿，那个顾北辰，他根本就不配。他这样对你，爸爸一定让他付出代价。爸妈，是女儿识人不清，看错了人。以后我只想重置画笔，做回我自己。好，女儿，你做什么，爸爸都支持你。若初，64大赛在即，3天之后我为你举办竞选，你的队友就由你自己亲自挑选。谢谢。不用跟我说谢 ，Angel， 欢迎回来。什么？齐家和我们取消了所有的合作？是我们合作了5年那个齐家吗？是的，顾总，齐家的订单占了公司收入的7成，现在公司资金链断了，您看那个画展是否取消？齐家合作5年，我和若初结婚也是5年，怎么会这么巧？北琛，是画展出了什么问题吗？如果有困难的话，就算了吧。大嫂是因为若初才变成这样的，我必须补偿她。放心吧，大嫂。画展正常举办，公司的事情我来想办法。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宝贝女儿，你看看，这是爸爸这2天给你置办的车，你去地库随便开。还有世界各地的豪宅，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庸俗。楚楚，这些啊都是妈妈今年得意的作品，10个亿都没卖，就是给你留的。谢谢妈，谢谢爸。爷爷，是孙女不孝，时隔5年才来完成您的遗愿。爷爷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把国画带出华国。
爷爷，您放心，我一定会完成您的愿望，将国画发扬光大。爷爷，您在天上好好看着，这一次我一定帮您实现愿望。既然若初有了决定，咱们就不用再对顾家客气。顾总，这就是你介绍的参赛选手，你放心，我一定帮他进安九的团队。顾总，大事不好了！即将施压，我们所有合作公司全部提出审议。我还有事儿，先离开一趟，你们聊。李氏，您是副会长手下最得力的助手，明天就中选会的事，你一定要。一个即将破败的顾氏集团，有那么大的脸！副会长不仅是华国艺术协会的会长，还是华国第一财团傅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让我去求副会长，你们的诚意还不够。李氏，你消消气，等北辰处理完事情回来，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顾北辰对你这个大嫂鞍前马后，仔细看倒是有几分姿色。李氏，只要你能帮我进安九的团队，你这双腿早好了。嘿嘿，那就看你表现了。只要我进入安九的团队，北辰，你就会知道选择我是多么的正确。长林，我到会场了，希望这次我能找到一个懂国画的队友。好，我马上过来。你好，小姐，登记一下名字。Angel。5年前凭借一幅国画杀出重围的艺术巨星 Angel。对不起阿妈，辛苦你和北辰跑一趟，陪我参加安九的中选会。这有什么麻不麻烦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哎呀，我正愁没有机会给我老姐妹炫耀呢。哎，这北辰也真是的，人跑哪儿去了？对了，一枝啊，你心心念念的安吉尔什么时候入场？妈，像安九这种大人物，肯定是压轴出场啊。如果能够被他选中成为队友，我这一辈子都知足了。哎呦，那我可得好好的拜见一下，回头啊多要几张签名。妈，我是不是看错了呀？那人好像若初啊。就是他，真是阴魂不散的贱人。我看他呀，就是嫉妒你能参加中选会，跟踪尾随来的。你放心，妈这就去收拾他。好啊你，居然敢反抗！这可是中选会艺术巨星安家的主场。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粗俗贱人，没资格参加。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是名正言顺来参加这次宴会。什么？你是参赛选手？你是参赛选手？若初，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和我比，但缪斯大赛不同于别的比赛，想入围都困难。况且像安九这种斩获金奖的大人物，不是什么队友都要的。哎呦，我就说嘛，一个只知道洗衣做饭的黄脸婆，哪懂什么艺术？原来是装的呀！哎呦，你别以为你换了身衣服，做了个造型，就是大画家了。你再怎么嫉妒一枝，那也是东施效颦，也不嫌脸上臊得慌。撒谎精！
我不需要模仿任何人，我是谁，在场的理事随便一问便能知道。这么短的语气，难道这扫把星真走了什么大人物？你是个什么大人物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理事好。你不认识我？来参加中选会的人里面，但凡是有头有脸的，我都认识。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我认识？听到理事说的话没有？说大话也怕闪到舌头。门在那儿，赶紧滚！你现在还是顾家的媳妇儿，少在这里丢顾家的脸。我的身份信息是本次中选会的最高机密，是他没有资格看到。好大的口气！难不成你的地位高过于会长？是又如何？可笑！来人！哎，若初，你现在服个软道个歉，我还能帮你在理事面前说2句好话。毕竟我是你大嫂啊。哎呀，一枝，你就是太善良了。像他这种撒谎成性的贱蹄子，就应该赶出去，省得把这里搅得乌烟瘴气。快，把这个大言不惭的贱人轰出去！放开我！放开！我的画，还给我！哎呦，这是上哪儿弄的一幅赝品？还挺像。我让你别抓这幅画！楚楚啊，爷爷的画都被一场大火给烧没了，就剩这一幅了，以后就交给你了。爷爷相信你一定能够保护好它的。你别搞这幅画！哎呀，还紧张了？好啊，那你现在就下跪给理事道歉，说不定啊，我大发善心就把这幅赝品还给你了。这是国手齐远山的画作，你是他的孙女安九。若初，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但你也不能带副赝品来这种场合啊。好啊，居然敢用假话来安九的中选会装神弄鬼，立刻给我跪下！若初，只要你肯跪下，我就会给你求情的。这件事咱们就这么算了啊。为了爷爷的话，哪怕跪10000次又怎样？现在可以把这幅画还我了吗？看你这副蠢相，我儿子要不是被你这张脸给蛊惑了，根本不会娶你这个哈巴狗进门。把画还我！反了你！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离了顾家，你就是一个人人被人辱骂的贱人。现在给李氏磕头道歉。妈，磕头就免了吧。若初也只是一时糊涂，有了这次教训，以后不敢再带假话了。若初，你说是不是啊？呸！我看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必须得好好教训教训。听不懂人话吗？磕头啊！对不起，这幅画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还给我！你摆出这一副下作姿态给谁看？一副赝品都看得这么重要，我看你呀，就是贱骨头，穷疯了。奶奶，你把画给我，家宝想看。好好好。齐阿姨，这幅画是不是对你特别重要呀？你要做什么？我的画，不要！我的画，我的画！放开我！放开！我的画！不要！我的画！我的画！
手啊！徐小初，你把妈推倒在地，安的什么心啊？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啊？是他先毁了我的画。北辰啊，就为了一幅赝品，他要我来和大孙子的命啊！徐小初，去跟妈道歉。顾家宝撕毁了我的画，该道歉的人是他们。若初，是我没管好家宝，但其他师的赝品本来就不应该留啊，这是对安舅的亵渎啊！顾叔叔，那个坏女人欺负我，欺负妈妈，还欺负奶奶，你一定要请家宝做主。区区一幅赝品，就值得你这么兴师动众啊？你对大嫂造成的伤害，哪怕是1000幅都补偿不了。你根本不懂这幅画对我来说有多重要。能有多重要？秋儿初，一个艺术都不懂的女人，这幅画要是真的，在你手里，也和废品没有区别。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真是让我失望透顶。那废品多少钱？我赔给你。赔？你们顾家赔得起吗？10万。不够。100万够不够？还值10个亿。呸！就这个破烂，这10个亿！北辰啊，你千万别被他骗了。是啊，若初，那幅赝品一看就是地摊货，只值100，那是你有眼无珠。我不允许你侮辱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爷爷齐远山留在这世上唯一的一作。你还要胡叨到什么时候？齐远山只有安家一个孙女，大嫂是专业的画家，她的画不会有假。100万我会打到你的卡上。顾北辰，你根本不懂这幅画对我的意义。你跟我们一只不一样，一个是天上云，一个是脚底泥。齐若初，我劝你识相点儿，要不然等会安家遇见你冒充他，坏了北辰的好事儿，让我要你好看。Angel， Angel 在哪？你没事吧？我没事，但是这幅画……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你谁呀你？居然敢帮着齐若初冒充 Angel！ 我身边的这位可是艺术协会的理事，你如果敢帮着齐若初在中选会上闹事，你也别想好过。是吗？你问问他敢不敢？理事，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呀，那天在医院抱走齐若初的那个野男人。好啊，我是说你怎么能混进中选会？原来是靠着这个野男人啊！若初，你怎么能这么对北辰呢？北辰为了你的事，已经好几天没休息好了。你们这对狗男女，我跟你们拼了！妈，这是我和若初之间的事情，我自己解决。北辰啊，难道这个不知检点的贱女人你还要吗？齐若初，你现在过来和妈还有家宝道歉，和这个男人撇清关系，我还能让你回顾家？顾北辰，她是你的妻子，你从头到尾有相信过她吗？回到顾家，回到顾家当佣人吧。顾北辰，从头到尾，你只看得到你妈、你大嫂，甚至你侄子的委屈，你从来都看不见我的。要我回去，顾家宝他撕毁了我的画，而他和他是帮凶，我要送他们3个去坐牢，你肯吗？北辰啊，你看看这个女人心思多歹毒啊，居然想送我们3个去坐牢！可怜妈苦了一辈子，一大把年纪了，还想害得我不能安享晚年。若初，你害得我双腿残疾，我都没有怪你，你怎么能欺人太甚呢？顾叔叔，家宝不要坐牢，不要！家宝官，有事说在，你不用走。齐若初，那只是一幅赝品，你非要闹到这种无法收拾的地步。这里是安家的中选会，闹大了对你没好处。你现在道歉，跟我离开会场还来得及。可笑，这不仅是真品，还是举世无双的国手齐远山的孤品。哼，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幅画不是赝品啊？我们家一枝可是大画家，未来缪斯大赛安家的队友，
他都说了这幅画是赝品，难道他还说错了不成？我有没有资格？你问问你身边那位不就知道了。哎呦，李师啊，您人脉广，见多识广，你一定能揭穿这个人的真面目。我就不信了，这个野男人还能是什么艺术家？胡闹！他可是华国艺术协会的会长啊！李师，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他怎么会是？会长，倪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不知道这位小姐是您的人啊！滚！你是会长？那这幅画，你是觉得我会赌上我的信誉撒谎吗？对不对？齐远山大师的孤品传给了他唯一的孙女安九，齐若初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怎么可能拿到这幅画？说得对，我看分明是你们两个有一腿，你故意包庇他，所以才掩盖这幅画是假画的事实。是不是包庇？我请人过来见画，便知分晓。好啊，不过你可别蒙混我们这些外行人，必须得是国家级的鉴宝大师。徐爷爷，有件事我想麻烦你帮忙。哎呦，装的还挺像。你要是能随随便便请来国家级的鉴宝大师，我的名字倒着写。徐爷爷跟我们家是世交，让他帮个忙又如何？若初，国家级鉴宝大师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请来的，更何况像你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外行。齐若初，你现在道歉，我还能帮你收拾烂摊子。坏女人，跟我和奶奶道歉。不需要，从前不需要，以后也不需要。你这个给脸不要脸的贱女人，我看你呀，就是勾搭上了这个野男人，翅膀硬了。我看你还能装腔闹势到什么时候？等到鉴宝大师一来，我看你怎么办。副会长，你是华国艺术协会的会长，应该不会为了一个女人做出当众包庇的事吧？当然。哎呀，这都过去了10几分钟了，这人怎么还没到啊？哎呀，齐若初，该不会是你请的演员钱没给够跑了吧？若初，没关系的，我们都是自家人，不必为了面子强撑的。我和你们可不是一家人。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寄给顾北辰了，从此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嘴上说的好听，到时候鉴宝大师来不了，你可别哭着求我们北辰回头。徐老道，谁说我来不了的？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徐老吗？他可是华国艺坛元老级别的人物啊，在他手里鉴别过的画，价值得过1000亿了吧？安家的中常会排场可真大，竟然连徐老都来了。哎呦，一枝啊，你是安家的队友，这样的大人物早晚都得认识。快快快，我们赶紧好好的去拜见一下徐老爷子。哎呀，徐老爷子，这是我儿媳妇一枝，将来安家的队友，你看你们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走开！徐老爷子，就是他，就是这个贱人，带着一副假话混进来，现在还在这闹起来了。徐爷爷，千万别怪若初，他只是太想跟我争个高低了，才会一时做了错事。芝，你帮他说什么话？得亏把那幅画给撕了，要不然这传出去，在安家的中选会上，有人带着假画混进来，这不是打安家的脸吗？徐老爷子，你可得好好的帮安家儿出口气呀！哼，两个蠢货，别挡我的道！我今天来就是为若初出气的。丫头，徐爷爷来晚了吧？受欺负了吧？看都哭成小花猫了。徐爷爷，若初，你还要不要脸了你？连徐老爷子你都敢勾搭，看我不打死你！徐老爷子，我是看他一个带着假画混进来的贱人，在这博取同情啊！假画，我倒要看看这幅画是真是假。徐爷爷，这是这幅画的碎片。这是齐国手的画，
究竟是谁居然那么狠心毁了这副国家瑰宝？于老爷子，你会不会看错了呀？这明明就是赝品啊！放肆了，国家瑰宝是你能随便评定的？如果我猜的没错，这是当年大火齐国手他保留下来的唯一的画作吧？是我没有留住爷爷最后的这幅孤品。傻孩子，错的不是你，而是毁了这幅画的人。这幅画少说10亿，是谁毁了这幅画？站出来！画是被我不小心撕毁的。顾北辰，你明明知道这幅画是谁弄坏的，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包庇他？家宝还小，你为什么非得跟一个小孩子过不去？你作为他的长辈，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孩子就无辜吗？你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家宝只是个孩子，这幅画只是一件物品。你根本不懂这幅画的意义。好啊你，居然敢打我儿子！不就是区区一幅画吗？一只过不了多久就会跟安吉尔参加缪斯大赛，到时候一战成名，随便一幅画也能值这个价格。他没有这个机会。呸！你有什么资格判定他没有这个机会？难不成就你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黄脸婆有这个机会？他当然有机会，不过跟你们这些废物不同，他是有机会获得缪斯大赛金奖的。怎么可能？徐老爷子怎么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若初，这幅画是真品无疑，有我老爷子在，你想怎么解决它，我老爷子都随你。子债母偿，我要苏一之去坐牢。北辰，不想坐牢。怎么，你们是不打算认吗？由我管理花国艺术协会1天，我不允许这种毁害国家瑰宝、逃脱罪责的事情发生。这幅画，我愿意赔偿。赔偿不需要，我要苏一之去牢里忏悔。若初，一之毕竟是你大嫂，可是他触碰了我的底线。反了你了！你个狐媚胚子，你以为勾搭上了有钱人就能无法无天吧？你现在还是顾家的媳妇儿，和顾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又如何？大嫂她还年轻，前途一片光明。况且家宝还小，她不能失去妈妈，你非得毁了他们吗？我操！老朱啊，你看在我是一个母亲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我不能去坐牢啊！你根本不配跟我提母亲。徐若初，大嫂都做到这个地步，你还想她怎样？若初如果不原谅我，我就一辈子低升不起来。你这个丧门星，把顾家祸害的鸡犬不宁，一个做小辈的让大嫂趴在地上求你，你不怕遭现世报吗你？有什么现世报尽管来，我齐若初问心无愧，我齐若初问心无愧。要是你爷爷知道你打算重回艺坛，一定高兴坏了。我相信爷爷泉下有知，一定会的。刚刚在里面那几个蠢货张口闭口安卓，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就是安卓？我想痛快的离婚。你和他苦了你了。副会长，这是我妻子，希望你注意分寸。很快就要变成前妻了，不是吗？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不希望有外人在这。若初，我在里面等你。不需要，我们现在的身份不合适，你有什么就直说吧。你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放过大嫂？是他不放过我，还挑拨顾家宝撕毁我的画。大嫂已经因为你失去了一双腿，你现在还想让她失去参加缪斯大赛的资格吗？更何况我大哥还躺在医院里，你是想毁了他的妻子，还有他唯一的孩子吗？你
眼里就只有你大嫂的孩子，那我们的孩子呢？我们还年轻，要孩子也是以后的事情。这件事情说到底是你对不起大嫂。好啊，我可以放过他，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否则我答应。好，我们离婚。你说什么？我说离婚，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寄给你了，麻烦你尽快签好字给我，方便快速办理离婚手续。你是为了傅长林和我离婚吗？那你为什么不问一问自己，跟苏玉芝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和大嫂清清白白。你别以为你自己干得出那种龌龊的事，我就也干得出来。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跟他是谈了5年的初恋？你的话，我也同样会寄给你。陆叔，中选会被他们搅黄了，3天之后就是 Muse 大赛，你准备怎么办？我一个人就够了，我对自己有信心。好久没看到你这么自信。恩吉尔是爷爷给我的艺名，我要用这个名字拿回属于我的荣耀。不要搜的话，我的话，爷爷是孙女没用，连你最后一幅画都没能糊出。齐若初，你害我在中选会上丢尽脸面，失去了成为 Angel 队友的资格，我要你为这一切付出代价。小美人，大晚上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啊？啊？我不认识你。你老公啊？你怎么连老公都不认识呢？啊？小婊子，我凭脸不要脸是吧？啊！今天晚上我受定你了！住手！别打！大哥，大哥，别打！大哥，我错了，大哥，下次不敢了。怎么样？没事吧？你的手，这点伤没什么，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齐若初，怎么到哪都有男人保护？送你回去吧。这件事不要告诉我爸妈，我怕他们担心。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有个重要的东西。这是爷爷的画。我找了修画大师抢修出来的，虽然没有原版那么完美，但是还可以保存。常姨，谢谢你。还有一件事，你爷爷的那支画笔明天在艺术中心被拍卖，顾家作为拍卖会的股东之一也会参加。你要是介意的话，我可以替你去把那支画笔拍下。不用了，爷爷的那支画笔我要亲自去拍下它。等缪斯比赛，我要带着那支笔去参加。这拍卖会都过了10分钟了，怎么还没开始啊？刚收到内部消息，世界首富齐家的千金要来拍卖会现场，拍卖会延迟开始了。世界首富，怪不得。美生啊，
你可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认识一下那位千金啊！妈，我和若初还没离婚呢。呸！就那齐若初，也就姓氏能和世界首富擦点边，没权没势儿，只会勾引男人的狐媚胚子。北辰啊，你就听妈的，要是你能和那位世界首富的千金在一起，那我们顾家祖坟可得冒青烟呢！妈，这种话我下次不希望从您的嘴里听到。顾总，离婚协议书你已经签好了，要送过去吗？拖几天。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齐家是世界首富，要是我能攀上世界首富的人脉，副会长也护不住齐若初那个贱人。齐家到。齐小姐好。哎呦，我得给好刀去接接他，多条人脉，多条路啊！妈，我也想去。齐大小姐，您第一次来吧？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儿媳妇儿苏一之，是个大画家。我们昨天不是才刚见过吗？怎么是你？好啊，你个不要脸的骚货！昨天勾引副会长，今天又来勾引齐家人，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居然来假扮世界首富的千金。初，你怎么能够为了钱财和权势出卖自己呢？这样是不道德的。你说的那个人是你吧？反了你了！你还敢污蔑一之？一之他一个人独守空房这么多年，还不离不弃的照顾我大儿子。前不久手术还捐了肾给我大儿子，你说瞎话，你就不怕天打雷劈了你？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呢？本来我一个人在顾家沾惹的是非就多，女人家的清白有多重要啊！你怎么能诋毁我呢？那我没记错的话，是你诋毁我在先。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你让开。你必须给一之道歉。齐若初，你怎么能推妈呢？妈多大年纪，你不知道吗？是他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骂我是个不要脸的，我只是请他让开，已经对他很客气了。北辰啊，你看看你娶的什么媳妇儿？她哪里是媳妇儿啊？她明明就是煞星啊！过来，给妈道歉。我不会道歉。还有，我跟你已经离婚了，你们顾家怎么样跟我没有半分关系。都怪我双腿残疾，要不然我也能站起来扶妈一下。若初，我们妯娌一场，你污蔑我清白又推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呢？大嫂说的都是真的。齐若初，你非要把这个家闹得鸡犬不宁才甘心吗？你欠大嫂的还不够多吗？好话都让他说完了，我还能说什么呀？拍卖会马上就开始，还请顾先生让一让。妈，大嫂，我一定会让若初跟你们道歉的。北辰啊，你就是太缺心眼了。那既然都那样了，你还不对他死心啊？他只是一时半会儿被外面冲昏了头脑，他会知错的。他能知什么错？你看看你大嫂，一双腿废了，昨天还因为齐若初丢掉了安者队友的名额，现在他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孩子带大，刚刚齐若初还污蔑他出轨啊！等会儿齐国手的那支画笔，我一定会给大嫂拍到。Angel 最喜欢齐国手的物品，这支画笔一定能让大嫂重回缪斯大赛。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第一件拍卖物——辛多雷的油画《曼德拉城堡》。辛多雷的油画，他可是国外著名画家，怪不得这幅画看上去就价格不菲。想不到会出现在我们拍卖会现场。相框一看就有70%新，画调粗糙杂乱，只能骗骗外行人。想不到这个拍卖会还有假画混在其中，回头是时候整治一下了。妈，北辰，我收藏的油画里就缺少这个类型的，你们看。这有什么？一之啊，你可是我们顾家的大功臣。
想要什么画就拍。妈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1000万。有人叫价到了100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出手就是1000万，真阔绰啊！真羡慕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小姐，我也想要这幅油画，只是钱方面。季若初，同样是顾家的儿媳妇，你要钱买身衣服妈都不让，而我要什么有什么，你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 1000万1次，1000万2次，1000万。慢着，3000万。齐若初，他哪来的那么多钱？也许是副会长给他的，他什么都要跟我抢，我想要的东西他都要争。下贱胚子！一只啊，你放心，这画呀，你想要就继续叫价，我就还不信了，副会长真能对一个二手货动心。齐若初，你到底哪来的这些钱？你真的和副长林到哪一步了？5000万，5000万呐！这幅画撑破天，在上一任拍的手里才3000万，这不是人傻钱多是什么吗？我是一个画家，我很欣赏辛多雷的油画，出这个价格，一半是尊重这幅画的价值，另一半是对辛多雷画匠的敬畏。我们家一只啊，可是个画痴，之前还参加了缪斯大赛的中选会，还有一个在樱花国的师哥，他看上的画一定价值非凡。怪不得，原来是大画家，失敬失敬。若初，都喊到这个价格了，你还要跟我争吗？1个亿！这幅画已经被拍到了1个亿的天价，1个亿1次，1个亿2次，1个亿，1000万。一只啊，几千万也就算了，这上亿也太多了。妈，他要是再喊价，我就不跟他争了。 1000万1次，1000万2次，1000万3次。我就知道副会长给不了齐若初这么多钱，齐若初在别人那充其量就是个玩物。恭喜你啊，拍到了这幅油画。那还得多亏了北琛，要不是北琛肯舍得为我花那么多钱，我也不敢拍呀。哎呀，你们叔嫂的关系可真好。若初，你没必要这么阴阳怪气的。大嫂为我们顾家付出这么多，这是她应该的。我没有阴阳怪气，我只是衷心的祝愿你们顾家永远一条心。齐若初，你的金主只肯给你这么点钱啊？不好意思啊，画被我拍到了。这幅画只是一副垃圾，我跟你抢垃圾做什么呀？你。接下来的拍卖品是已故齐国手所用的画笔。齐国手可是国画大家，他老人家的画笔价值万金也不为过啊！是啊，这支笔在华国收藏价值都举足轻重。我出1个亿，我出1亿3000万，1亿5000万。这支笔我势在必得，只有拿到它，我才有和安哲做队友的机会。到时候缪斯大赛无论结果如何，我的名声地位都会更上一层楼。10个亿。10个亿，这可是天价！我做梦都没见到过这么多钱。他怎么能拿出那么多钱？一只啊，妈知道这画笔对你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这10个亿也太多了。也对，我们顾家没有的，他齐若初肯定没有。到时候他付不出那么多钱，这画笔顺位也是我的。齐若初没有一点画画基础，为什么会要这根画笔？难道他真的以为我和大嫂有关系？吃醋才。
一枝，你等着瞧好了，他肯定刷不出那笔钱，到时候看他怎么收场。10亿元消费成功。太好了，我终于把爷爷的画笔拿到手了。我的画笔，还你的画笔，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蠢货，还真以为你和一枝一样是个受人敬仰的画家？这是我拍卖得来的画笔，你们凭什么抢它？就凭你毁了一枝一双腿，害他在中选会上出丑。奶奶说了，画笔是画家的东西，不是的东西。对。哎呦，家宝说的真对，回去啊，奶奶奖励你吃大闸蟹啊！还我的笔！你给我出门！再忙还是个孩子，你怎么能生小孩的东西啊？你离我孙子远点！姑叔，那个坏女人欺负我，欺负妈妈，她还想打我。怎么回事？北辰，我疯了，就是替你多评了几句。你对若初那么好，转眼就和大款走了。你想当若初就来打我？明明是你们抢走我的。够了！大嫂和家宝还会撒谎吗？还有画笔，这是齐国手的画笔，对你来说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你为什么非要抢大嫂想要的东西呢？这是我拍下的画笔，我有没有用跟你没有关系吗？齐若初，我和大嫂清清白白，你不用怀疑我和大嫂的关系。这支画笔就让给大嫂用吧。她已经因为你失去了和 Angel 成为队友的机会。如果不用这支画笔挽回，你是要让她错过缪斯大赛，抱憾终生吗？你觉得一个连真画假画都分辨不清的人，有能力参加缪斯大赛吗？你是什么意思？他刚刚拍卖所得的这幅油画是假画，你觉得以他这样的资质，就算拿到了齐国手的笔，真的有用吗？你胡说八道什么？这幅画怎么可能是假画？楚楚，你怎么能质疑我的专业水准？要是想毁了我的梦想，也用不着有这么蹩脚的借口吧？要证明这幅画是假画，很简单。干什么你？这可是价值1个亿的油画，你损坏了，你赔得起吗你？如果你们足够了解辛多雷这个画家，就该知道他所有创作的作品背面都会有签章，而这后面什么都没有。这个画框还是23年的做旧款。外行人，你懂什么？我说的这些网上都可以查证。就算我不懂，没了这2样，你们怎么证明这幅画是真的？北辰，我初怎么能这么对我？难道我这么多年的画画梦想都是一场空吗？齐若初，先不说网上的话能不能作为凭证，大嫂因为你变成这样了，你心里就感觉不到一点愧疚吗？这支画笔我做主，先给大嫂用。我不愿意，我不允许像他这种对画画没有半分造诣的人随意亵渎我的画笔。过去你这么说我妈妈，你真的不应该这么侮辱大嫂。大小姐亲临拍卖会的事情怎么没提前给我通知一声呢？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您没事吧？哦，好啊，你齐若初，才1天不到，这么快就勾引了新的男人，你贱不贱呀你？初，你怎么能这么轻贱自己？你知不知道北辰一直在等你啊？大嫂，不用听我说话。齐若初，我们还没离婚呢，你再迫不及待，也不差这几天吧？随你怎么想。今天你们不把画笔还给我，休想走出去！哟，好大的口气啊！我告诉你，这支画笔给了一枝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到了你手里跟废笔没有任何区别。动手吧。从今天开始，你们顾家所投资金原封不动全部返还，你们将不再拥有属于股东的身份。什么？动手！妈妈，你没事吧？妈没事了。大嫂，今天画饼的事情
是若初他本身。没事啊，北辰，怪我自己没用，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双腿，还错过了缪斯奖中选会，现在连画笔都怪那个混之人。顾叔叔，你一定要给我和妈妈做主。北辰啊，齐若初干了那么多伤害你大嫂的事情，你一定要给她一个说法呀！大嫂，明天我就带你去缪斯大赛的现场，只要见到 Angel， 就还有机会。好，如果不能有生之年能看到我偶像比赛，我也就满足了。谢谢你啊，北辰。说来说去，都是那个齐若初造的孽。要不然我们家一只明明是一个参赛选手的料，怎么会变成观众啊？北辰啊，我看齐若初能作威作福，全都是靠床上功夫。你必须把这婚给离了。妈妈，顾叔叔离婚了，是不是就能跟你结婚了呀？是呀。大小姐，你爷爷的画笔。大小姐，你已经5年没有碰过画笔了，怎么突然想到？这次缪斯大赛，我打算去参加，我要带着爷爷的画笔夺回缪斯奖的金牌。真的吗？那太好了！近几年缪斯奖一直在被外国那些油画所垄断，到时候我一定亲眼去看，我一定亲眼见证大小姐夺回属于我们华国的荣耀。为什么不接我电话？请注意你的身份，你只是我的前夫。我不信你跟那些男人有牵扯，只要你说没有，我就信。我是和他们没有牵扯，但是我也看不上你。哎呀，一只，你穿这一件，明天安吉尔一定能在人群中第一眼就看到你。北辰，你觉得呢？挺好的。这缪斯大赛呀，就是不一样。这排场装潢，少说也得100亿资金吧？妈，缪斯大赛是世界首富齐家赞助的，当然是大手笔。而且今天齐家大小姐也会来。哎呦，终于能见到齐家大小姐的真面目了！可以拍到缪斯大赛的参赛选手啦！怎么是他？若初，他怎么会来？指不定使了什么狐媚手段，不然他一个家庭主妇，怎么可能来参加缪斯大赛？上次拍卖会的事情，还让人把我们给赶了出来，还没找他算账呢。这一次，新账旧账一起算。你干什么呀？干什么？我看你是没皮没脸惯了吧？你这个参赛选手是怎么来的？你心里没数吗？居然还有脸来参加！清者自清，无需自证。麻烦你让我。若初啊，他没有恶意的。要不是你害了我失去双腿，让我没有办法成为安志的队友，他也不会迁怒于你的。你失去双腿是因为你自己摔下楼梯，你成为不了安教的队友是因为你能力不足。这桩桩件件跟我有什么关系？若初啊，我们只要利益一场，你和我认个错有这么难吗？齐若初，反了天了你！居然敢给一只这么说话！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齐若初就是个靠男人上位的野鸡，为了名利，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结了婚了，还和一群男人不三不四，如今还把他大嫂害得这副模样。可怜我的一只啊，明明是个大画家，如今却只能当一个缪斯大赛的观众，而他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外行人，今天却摇身一变成了缪斯大赛的参赛选手，这公平吗？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缪斯大赛。今天我就要当着所有记者媒体的面举报他齐若初参加缪斯大赛有黑幕。大妈，你少开玩笑了，缪斯大赛可是世界级的比赛，谁敢作假啊？说话也不打草稿，
就拿往届缪斯大赛来说，就没有谁实力不行还能混进去当参赛选手。哼，你们面前的这个人不就是吗？他就是我顾家的弃妇，现在为了捞金，不知道使了什么下作的手段勾引男人，抢了原本属于我大儿媳妇的位置。这话怎么说？参加缪斯大赛是我今生的梦想。若初，你如果没有把我推下来，没有在中选会上阻碍我成为安之的队友，我今天也不会只能在一旁当个观众。七小姐，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没错，我曾经确实是顾家的儿媳，但是我绝对没有用下贱的手段勾引过男人，是他造谣的。至于他没能参加缪斯大赛，是他能力不足，跟我毫无关系。我你，我都撞见过多少回了，上到齐家人，下到拍卖会老板，就没有你下不了口的。你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贱人，败坏我顾家的门风啊你！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吗？我有。若初，本来不想把这个照片拿出来，但你实在是太欺负人了。证据确凿，看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嘿，真是不要脸！按我说，就该取消他的参赛资格，让轮椅上的小姐姐参加。若初，缪斯大赛是我梦想的比赛，里面还有我的偶像，绝不容许有人破坏缪斯大赛。是吗？我看你分明就是嫉妒，随时随地想拉我下水。若初，你怎么能这么想我？这5年我哪里没让过你了？让我？你抢我丈夫也是让我吗？我不屑跟你斗，但并不代表你可以随便的往我身上泼脏水，踩到我头上来。你靠床上功夫混进缪斯大赛，你还有理了你？我和傅长林是青梅竹马，那天在 Sam 酒吧，我被苏一之安排的人算计，喝多了差一点失身，起来的时候脚软，才不小心摔到了傅长林的怀里。呸！还青梅竹马呢？你是什么身份？也配和傅家精心培养的继承人青梅竹马？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拿出那天酒吧的监控视频来作为证据。若初，是大嫂做的不对，但我也是为了你好呀，我不想你让华国丢脸啊！你又在演什么呀？监控证据就在我手里。秋楚，你又想干什么？你当着这么多人面欺负大嫂，你太过分了！坏女人，你要是再欺负我妈妈，我样样好看。家宝，顾北辰，你4只眼睛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负她了？你这么着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你的老相好，而不是你大嫂。若初，你怎么能乱说话呢？我和北辰清清白白，他肯照顾我也是看在大哥的份上啊。就是，你自己德行败坏，还敢污蔑一只？也不知道是谁抢走了一只参加缪斯大赛的机会。想不到这女的看起来这么光鲜亮丽，背地里却干这么多缺德事儿，真是不要脸。我要是她，我都没脸来参加缪斯大赛，这得是睡了多少男人上的位呀！像这种投机取巧的人，必须得把他轰出去。秋楚，你现在给大嫂道歉，我还能给你留最后一丝情面，让你离开缪斯大赛。不需要，我堂堂正正来参加缪斯大赛，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什么？若初，你没必要硬撑。我知道你作为一个外行人摸索画画不容易，但是缪斯大赛不是儿戏啊！你上台如果要是输了的话，丢的是整个华国的脸啊！这位小姐说的在理，让一个什么都不会的门外汉参加缪斯大赛，这不是丢我们华国的脸吗？缪斯大赛主办方齐家呢？齐家包庇参赛选手，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要齐家出来给我们一个解释。秋楚，你现在离场还来得及，等会儿齐家到了，这么多抗议的群众，你捞不到好处。就算齐家的人来了又能如何？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已经有人去通知主办方了，等到齐家人一来，一定会把你这个滥竽充数的人赶出缪斯大赛。若初，画画这方面你没必要和我硬比的。如果要是冲中了齐家，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会被缪斯大赛终身拉黑的。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的善解人意了。你能明白我的好心，就再好不过了。那我就站在这儿，等到齐家的人来。
错了。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你还嫌你犯的错不够多吗？事情闹得这么大，我不站在这儿怎么收场呢？事情闹得这么大，我不站在这儿怎么收场呢？跟我走。你放开我，你弄疼我了。齐若初，等会既然就要到了，都对世界首富不成。走。事情不需要你管。齐小姐，请问你是靠着哪个男人混进缪斯大赛的呀？齐小姐，你身为顾家的儿媳，却屡次陷害大嫂，你不怕遭报应吗？齐若初，今天就是你身败名裂之时。让叔叔把钱走开，别拍我。雨辰，我害怕，你别走。按我说，就应该把这种靠身体上位的人的衣服扒光看看，看他的身体到底有多么肮脏下贱。就是。放人！齐家的。齐先生，你们齐家作为世界首富，却在缪斯大赛上包庇一个毫无绘画技术的选手参赛，这到底是为什么？齐先生、齐女士，你们能够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吗？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的父亲是齐国手，我会传承他的遗志。徇私舞弊的事情，绝不允许在缪斯大赛出现。有人现场作证，证据确凿。齐先生，你这是在辩解吗？还是说你出轨，怕被齐女士发现呢？我先生是什么样的人，我非常清楚。你们这种造谣，会让你们负法律责任。美珍啊，这可是你表现的好机会，只要你供出了齐若初，齐家为了脸面也会好好奖励我们顾家的。妈，这个事我做不出来。麻烦让让，你们挡住我们了。齐先生、齐太太，我就是那个证人。那个齐若初确实是混进了缪斯大赛，冒充参赛选手。不过我相信这件事情啊，肯定和你们没有关系，都是那个贱人偷偷调换了参赛选手才。你说什么？若初现在人在哪？哎呦，齐夫人，你要教训人也不用这么着急啊。若初，滚开！在这儿。齐夫人，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他就是那个走后门的参赛选手啊！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他不是什么走后门的参赛选手，也不是什么攀附我齐家的贱人，他就是我齐家的人。究竟是谁散布的谣言？滚出来！齐先生，我们没有造谣，都是他前夫家里人说的。齐总，这样大名，我是苏一。没人关心你叫什么。齐若初那个二手货都能行，为什么我不能行？齐先生，就算是你们齐家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喜欢一个结过一次婚的破鞋，那也不能这么护着齐若初欺负我的儿媳妇儿啊！破鞋有什么难找的？我能给你们找1万个。妈，北辰，你还心疼了？这个女人她就是个惹祸精，妈已经把你们的离婚协议书给送了出去。妈，你说什么？和齐若初已经没有丝毫瓜葛了，妈这也是为你好啊。哎，妈，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他是高于你丈夫上位混进国际大赛的小三啊！你是不是打错人了你？小三，她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齐夫人，你怎么能够随便打我妈呢？我妈也是为了我好。齐若初的身世我早就调查清楚了，她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你为什么要撒谎呢？我会认一个小三做女儿？那你的眼睛真是瞎了！陪伴你5年朝夕相处的妻子你，我女儿若初是活生生的人呐，她居然白白让你戳磨了5年。她真的是你女儿？她怎么可能是世界首富的女儿啊？在顾家，她后了我5年，端茶送水，连父母不一样。不信是吧？今天就让你看清楚。这是我随身携带的全家福，
视如珍宝的你，你居然敢当佣人使坏！真的是齐家大小姐。妈，没事，都过去了。我就是替你不值啊！你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不告诉我呢？那是因为他糊涂，他天真的以为真爱能够战胜一切，他只是想和你有纯粹的婚姻。而你呢？这些年，要不是我齐家暗中帮助你们，你们顾家能有今天？怪不得最近的合作方全部都解约了。若初啊，若初，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现在才告诉妈呀？你是齐家的大小姐，妈怎么会舍得让你和北辰离婚呢？放开！你现在碰我一下，我都觉得恶心。刚刚你不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为了维护苏一之，造谣我，你还想打我？你刚刚说的话你全忘了吗？若初，这件事妈跟你道歉。说这件事是妈错了。你们家那么有钱，一直的腿肯定是会好的呀。还有缪斯大赛，只要你们家肯帮忙，一之他，真是可笑啊！你刚刚还说我冒充参赛选手，你现在却想利用我们齐家来徇私舞弊啊！离我女儿远点！妈，顾家的人没资格碰我女儿。北辰啊，都怪妈不好，要不是妈，你和若初的婚也不会离。妈，这件事不怪你。真是后悔呀！仔细想想，若初是多么好的儿媳妇啊！现在话说的好听，若初当初离开医院的时候，一双手差点都废了，还失去了她第一个。戚夫人，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们顾家，但我妈都道歉了，你再怎么得理不饶人，看在我妈这么诚恳的份上，你应该让若初回来了。毕竟一个二婚的女人，放肆！别说我女儿离过1次婚，就是离过10次婚、100次婚，照样有一大群追求者。算什么东西？若初，你也这么想？没错，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宁愿从来都没有嫁给过你。所以，你明明有能力请最好的医生给大嫂补偿医治，但是你没有。你把顾家搅得天翻地覆，就是为了跟我离婚。顾北辰，你好好听听你说的这些话是多么的可笑至极啊！妈，你不求他，只要这次缪斯大赛，安九有机会看到我的作品，他一定会欣赏我的。到时候我们顾家也是艺术世家，名门望族。那芝啊，还是你懂事儿。呸！什么世界首富，我们不稀罕。我女儿就是。妈，别跟他们计较了，现在比赛要紧，我得抓紧时间去做。好，差点把重要的事儿给忘了。这事儿关系到你爷爷的遗愿呢。回头再跟你们算账。走。秦若初就算是齐家大小姐又怎样？我不会让你在这次缪斯大赛脱颖而出，相反，我还会让你成为华国的耻辱。滚开！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肯和大嫂道歉，顾太太的位置就还是你的。你以为我还会稀罕你？若初，我知道你怀疑我和大嫂之前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但那都是过去式了。只要你肯认错，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顾北辰，你听清楚，我跟你之间不会有任何孩子。顾先生，请你自重。以前是若初愿意为你在原地停留，现在谁也不能遮挡她的锋芒。有请决赛对垒选手出场。
爷爷，这次孙女一定会完成您的遗愿。怎么回事？华国选手停留这么久还不开始作画，这都过去半小时了。是啊，隔壁樱花国的选手都已经画出雏形了。还以为有多厉害，这齐家培养出来的女儿也不过如此啊！妈，别说风凉话。谁让他刚刚在那么多人面前拉了我的面子？他要是想回来呀，少说也得给我1个亿，不然我不同意。若初早就不是当初的那个若初了。他害一之的事情，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等到缪斯大赛结束，我一定要找他算账。季若初，再厉害的画家没有画笔，也得在艺坛上隐喻。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具体作画结束时间还有15分钟，请2位选手抓紧好时间。你们华国人只剩下你们这群垃圾。Angel 呢？让他来跟我比赛。比赛时间没到，我还没有输。我的油画的世界第1的，你的国画，除非 Angel， 不然不可能。梦亚比赛，裁判，我看已经可以审理，我是画上者。诸位选手，请你遵守规则，日复无止的画过。蝉联4年的缪斯奖冠军果然有些实力，只是这寓意已经5年了，难道我们华国真的没有人可以力挽狂澜吗？这支断头的气，就是你们华国艺坛的未来。时间已经到了紧迫的15分钟了，华国选手是否能完成作画呢？我看他根本就不会画画，不然犹犹豫豫那么久干什么？妈，没必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人威风。他是自己人。若初还是太自信了，我早就劝说过他，他现在丢的是整个华国的脸啊！可惜我空会画画，却不能为华国做出贡献。大嫂，明年的缪斯大赛一定可以参加的。是啊，一之，来年啊，你一定是安家的队友，缪斯奖的冠军。到时候啊，你可一定要为我们顾家扬眉吐气呀！那北琛，我会的。这次错失机会，明年我一定加倍努力，努力不丢华国的脸。一个在台上提交一张白纸的画手，只有被行业封杀的命。对不起了，爷爷。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折断画笔？这是要用笔杆作画呀？这泼墨也太儿戏了，这能折得出什么好画？我看时间也只剩下15分钟了。笔杆画不了，我看你还是不要再努力了。就算可以画，这样的笔杆能画出什么好作品呢？我看你还是用笔杆在纸上写出“投降”2个字。没到最后一刻，我不会轻易认输，这是爷爷教给我的道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不然若初不会折断他爷爷送的画笔。我们的女儿长大了，经过这5年时间的沉淀，她变得越来越能够独当一面了。我们一定要相信她。戚伯父，戚伯母，这件事是有人想要毁掉华国颜面，我一定会彻查下去。好，去办吧。时间到，比赛结果稍后公开。用断笔泼墨画出来的，这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能是什么样啊？华国艺坛真是没救了，今年的冠军，我看还是木村在。戚若初，你输了。苏小姐，跟我们走一趟。我不跟西白的人握手，就算你可以画得出这个缪西大赛的冠军，
依然是我的。还是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轻易下结论。你们华国派来的人一年比一年差，除了出钱出力，你们出不了一个人才。国画画得软绵无力，就像弱鸡一样。我看你们华国艺术协会会长应该由我来当一下。好，如果今年缪斯奖的得主依旧是你，那我华国艺术协会会长之位愿意退位让贤。你们赶紧过来一下！从今天开始，华国艺术协会就是我们英华国的地盘了。我要让华国国画消失，只剩下油画。哈哈哈！你刚刚怎么不反驳他？中国有句古话，欲让其亡，必让其狂。你放心，我绝不允许华国文化被任何国外的文化所侵占。我信你。画笔的事查得怎么样？已经查清楚了。我放开了你们！放我离开！若初，居然是你！你就算平时再看不惯我，你也不能绑架我吧？北辰他们会来找我的。我找你只为了一件事，我已经查过监控，只有你进出过若初的休息室。你的腿根本就没事。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妈，北辰，快来救我呀！妈！翠芝，你居然为了一己私欲毁了我爷爷给我的画笔。况且缪斯大赛关乎华国荣誉，你也敢做这样的事情？你少污蔑我！我怎么就不在乎华国荣誉了？这视频就是你们自己制作的！我告诉你，这是犯法的！你们快放我离开！敢打我！这一巴掌是因为你毁了我爷爷留给我唯一的画笔。这一巴掌是因为你差点毁了华国荣誉，最后这一巴掌是因为你假装残废，害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你不要太过分了！怎么了？装不下去了？大嫂，大嫂！妈，北辰，副会长联合若初，他们两个污蔑我，说我在若初的画笔上动了手脚。齐若初，大嫂拴腿残废，离不开人照顾，你怎么能够怀疑她呢？你还把她擅自带到这种地方来，要是大嫂有什么好歹，我怎么和大哥交代？好啊，那我就让你好好看看，你的好大嫂是怎么站起来毁了我的画笔。怎么可能？大嫂怎么可能站得起来？秦医生诊断书明明说大嫂终身残废了。这怎么可能？一直明明是那么心善的儿媳妇，她怎么可能会骗我们？北辰，妈，那个视频是他们制作的，我知道的。我的腿说终身残疾，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是啊，北辰，你可千万别被这个心机女给挑拨离间了。我们顾家可是要一条心啊！你大嫂可是给你大哥捐了一颗肾呐！我不相信。好啊，那我今天就跟你说个明白，让你好好看看你的好大嫂到底都干什么。北辰，救我！我害怕，妈，北辰！一只，你的腿怎么回事？大嫂，这腿没事。他不仅腿没有事，他的肾也完好如初。你什么意思？我明明看到他进的手术室。主刀的是秦医生。好好看看吧，你的好大嫂，你的好儿媳，背着你们可干了不少好事。这是让你。打电话。顾女士，您做好心理准备，您大儿子顾伟燕3分钟前确认死亡。好啊，你这个贱人！当初你和秦医生联手欺骗我这个老
妈，我还对你这么好。这其中一定误会。这是什么？我们的孩子。你还记得我和苏玉芝摔下楼梯的那天吗？你抱着他离开，而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孩子死。5年的同床共枕，你居然那么不信我！若初，你骗我的，对不对？我们还有一个孩子。我现在很庆幸我的孩子没了，因为你根本不配做我孩子的父亲。因为他假装残废，你害得我的手差点毁在里面，你害得我的尊严在画展被践踏，害得我们的孩子胎死腹中。现在你又差一点毁了我好不容易等来完成爷爷遗愿的计划。姐妹们，咱们今天就为吃出口气。这支断头的气，就是你们华国一旦的未来。对不起了，爷爷。这一桩桩的陷阱，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资格当我的丈夫，当我孩子的父亲？若初，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若初，对不起，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让我弥补你，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孩子，还有。没有以后了，往后的日子我只想为我自己而活。如今的你高攀不起。若初，我们，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难道我们过去的感情都是假的吗？北辰，没有我们，是你，我。如初，害我的孙子流产！我抬我儿子，你抬我孙子！如初，顾叔叔，顾叔叔，你快让奶奶不要打妈妈了！我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北辰，我求求你原谅我们，你大哥倒在病床上，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跟你说一次吧，北辰，北辰，原谅我们，北辰。若初根本就没有对你造成任何威胁，是你要的太多了。你现在犯了这么多错事，顾家已经留不住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和顾家宝都给我滚出顾家！北辰，有请缪斯奖金奖得主。缪斯奖金奖得主是齐若初，齐小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一个新人，怎么可能赢国王？有黑幕，这绝对有黑幕！他用一支断臂在纸上随意画了15分钟，他怎么可能出好作品？哼，那我就给你看看，齐小姐用断笔做的画到底长什么样，让你心服口服。好，等画出来，我看你们还怎么狡辩。齐若初，你现在跟大家说你是作弊的，还来得及。不用。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我华国繁荣昌盛，是你鼠目寸光、自以为是，看不到真正的。裁定结果公平公正，不会有假。我要异议。我
我是 Angel 的头号粉丝，我举报齐若初的画作根本不是原创，是抄袭，抄袭的正是 Angel 的画。Angel， 5年前的缪斯奖金奖得主啊！今天听说 Angel 要来，但是一直没看到，难不成是真的？一个抄袭者，凭什么拿缪斯大赛的冠军？齐若初他不配！我怀疑齐若初根本就是靠着齐家大小姐的身份，光明正大的抄袭别人。冠军应该是木村仔的。就算是世界首富，也不能依靠权势、托关系让自己的女儿进入缪斯大会呀！还有如此卑劣的手段获胜，这对其他选手根本不公平。我们要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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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公平。齐若初，就算你命好，真的是什么世界首富千金又怎样？我今天就让你在缪斯大赛这种神圣的地方身败名裂。你们呐，简直是可笑之极！我的女儿5年前缪斯大赛金奖获得者，试问，如果她都没有资格参加，那么你们说说，谁有资格？怎么回事？听齐先生的意思，5年前的 Angel 就是齐若初啊。是啊，齐先生和齐夫人应该不会撒谎吧？你把我当成偶像那么久，怎么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还是说你对画画的热爱根本就是装的？别开玩笑，我的偶像是 Angel， 怎么可能是你齐若初？没有证据，全靠嘴皮子上下一碰，谁也不会啊！齐若初这个低等的贱人，他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偶像！原来是个抄袭者，你们画过的国风还真是卑鄙！我能证明。是齐若初的姘头，你出来能证明什么啊？他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黄脸婆，你都能捧上Angel，你说的话谁会信啊？我和齐若初妯娌5年，我用我的人格担保，齐若初他根本就不会画画，他之所以突飞猛进，就是因为抄袭了我偶像的作品。那是你鼠目寸光，狗眼看人低。什么意思？5年前 ，Angel 凭借一幅国画斩获了缪斯大赛金奖，而我就是他的手下败将，从他手里代任了华国艺术协会会长5年。Angel 的踪迹一向神秘，你就算是他的手下败将，也证明不了什么。那是若初低调，当年如果他的颁奖典礼消息流出，来找若初的人数不胜数，哪里轮得到他顾北琛？Angel 如今拿下缪斯奖冠首，你有什么获奖感言吗？缪斯奖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会带领国画走向世界。怎么会？他怎么会是 Angel？ 你不是一直自诩是 Angel 的头号粉丝吗？怎么现在见到真人却这副样子？Angel 他是艺坛神话，怎么可能是他一个家庭主妇？你们都在骗我！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你们画过，只有 Angel 一人能和我一战，区区一个人救不了花国艺坛。花国艺坛总有一天会消失。哼！我齐若初以爷爷在天之灵起誓，这辈子投身于艺坛，深耕文化，培养传承人。往后100年，我华国在艺坛上的造诣都将远超你樱花国。你快领奖吧！我和伯父伯母都在台下看着你，我们永远会是你最强大的后盾。未来我会带领国画走向世界。